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外宾在谈论着中国的宗教问题，尤其是基督教近年来接连不断的受到打压的问题。他们提供了很多数据，看起来眼花缭乱，也有一些冒充牧师的四处的造谣撞骗。中国的基督教呢，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快，而且它的种类不仅仅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新教或者是天主教，还有一支是200年前传入中国的东正教。天主教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梵蒂冈与中共达成了协议，无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中国，未来天主教徒在中国所受到的打压将会有所缓解。那么新教呢，被打压的状态将会逐渐增加。天主教、新教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中国确实存在，尤其是地下教会。但是东正教一枝独秀，背景其实很简单。东正教的大牧首在莫斯科，那么许多人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关闭教堂，以违章建筑的名义拆毁了他们曾经规划审批过的教堂，拔除了教堂顶上的十字架，甚至放火去烧它。教徒被拘留被捕的不是一两个了。那么这个背面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在中国信仰基督一直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中国的基督徒历史是很久远的。那么最近进入现代以来，我们见到了很多基督将军，譬如蒋介石、冯玉祥、张学良。那么现在我们见到更多的是信仰基督的律师，当然了，还有一些难民。我见过很多参加教会，甚至参加这种台湾的地下教会的，参加泰国的一些教会的，但是他们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基督教。他们了解更多的应该是所谓的圣经故事，而且都是由各个教堂牧师编撰的一些小故事来启发教民的。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详细的了解基督教，他们只需要不停的传道，即便他们没有理解教义，他们只是片面的认为基督教会带给人向善的心，能改善他们的心灵。当然了，最终可能改善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在内地看到很多例子，农村有一些地下教会，他们是怎么发展教民的呢？你入了教，你就可以得到互助，就相当于混社会的入个洪门青帮一样。
你跟政府一级组织发生了问题，教会会帮你协调，协调不了的情况下，会帮你进行维权。如果你是正常种地的，从你买种子、买化肥，你遇到任何困难，教堂都会帮你。甚至在北方，有一些乡村，乡村里的这种小教堂，或者说叫家庭教会，他就给你预先购买了种子和农机具、化肥，都是无息的，价格也很低。你入了教，你就能享受这样的待遇。中国人很现实，他们只看眼前能够得到的东西。你要跟他谈基督的荣光，基本就是对牛弹琴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渲染着中国的基督徒受到打压的现状，有没有呢？有，个别地区甚至很激烈。我们知道浙江在近年类似于一个源头一样，他们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规，把教堂外挂设十字架作为一种违章来处理。我相信经过梵蒂冈与中共的勾兑，未来被打压的主要是新教的信仰者。那么三自教会呢，会极大的缓解政府与教民之间的冲突。东正教基本上八风不动，根本没有受到什么打压。我们看到许多洋葱头挂在那儿，没有任何一级官员对他们实行骚扰。虽然中国的东正教教徒不多，但我们总不能忽视这一点，不能说中共一直在打压基督徒，其实不对，这句话是有问题的。东正教徒没有受到明确的打压，天主教徒参加三自教会的即将脱离被打压的状态。未来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新教的教徒以及一些邪教。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教派，你说他信仰基督，你不如说他跟洪秀全差不多，他们早就篡改了教义，他们仅仅是为了申请一些能看得到的利益，或者说为今后呼唤国际社会关注他们，他们是宗教迫害的这么一些弱势群体。如果说今天主流社会，西方的主流社会信仰的是伊斯兰，他们马上就会转头变作一个虔诚的穆斯林。看待中国目前遇到的这种宗教迫害问题，大家要静下心来审视一下，不要被这些繁杂的新闻所掩盖。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，没有必要跟风。谢谢大家。